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宝气之港，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日动画片你们喜欢看吗？好，动画片播完了，我们还是要回到正题，请大家集中注意力，进入到我们的学习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说每次我们开启新的一个章节，我们都可以放一点动画片来庆祝我们开启一个新的征程。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要开始学习第8章的函数内容，我们会学习到如何去编写函数。那函数其实就是带名字的代码块，用来完成具体的工作。那要执行函数定义的特定任务，我们就可以调用这个函数。那也就是说，当我们需要在程序里面多次执行同一项任务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反复的编写来完成这个任务的代码，我们只需要调用执行这个任务的函数，那 Python 就会运行你们的代码。那你们会发现通过使用函数，程序编写、阅读、测试和修复起来都更加的容易了。我们在第8章呢，还将学习向函数传递信息的一个方式，学习如何编写主要任务是显示信息的函数，以及旨在处理数据并返回一个或一组值的函数。最后呢，我们还将学习如何将函数存储在称为模块的独立文件里面，让主程序文件的组织更为的有序。是不是感觉很兴奋呢？好，然后让我们就直接的进入正题。那 Python 里面的函数应用其实是非常的广泛的。前面的章节我们已经接触过很多函数，对吧？比如说 input、print、range、len 这些函数等等的，这些呢都是 Python 的内置的一个函数，可以直接使用。那除此以外呢，我们 Python 还支持自定义的函数，也就是说将一段有规律的可以重复使用的代码定义成函数，从而达到一次编写多次调用，也就是我们即将要学习到的函数，就是我们自己去自定义的一个函数。那我们来看一个打印问候语的一个简单函数，它是一个叫做最简单的一个函数结构了。这个问候语这里的代码呢，它的行使用的一个关键字那个 def， 它的英文全称应该是 definition。def 是来告诉 Python 你要定义一个函数，这个呢就是函数的定义，向 Python 指出了函数名，还可能在圆括号里内指出函数为完成任务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信息。那么在这里呢，函数名为叫做 greet_user 括号，那它不需要任何信息就能够完成工作，所以呢括号里面是空的，但即使是这样的，括号也是必不可少的。然后最后呢，定义是以冒号作为一个结尾。那紧跟在 def greet_user 冒号后面的这一些缩进体，它就构成了我们的函数体。这里的文本呢，就是称为叫做文档字符串的一个注释，它描述了函数是做什么的。那文档字符串是用3个引号括起来，就前3个引号，前面有3个引号，后面有3个引号，就3双引号，对吧？然后 Python 就使用它们来生成有关程序里面的函数的一个文档。这个代码行 print hello 是这个函数体内的唯一的一行代码这个函数体这个概念大家要搞清楚。所以呢，这个 greet_user 它就只做一项工作，就打印 hello 那么要使用这个函数，你就可以调用它。函数调用是让 Python 来执行函数的代码，要调用函数可以依次来指定函数名以及用圆括号括起的必要信息。那由于这个函数呢，它不需要任何的信息，你调用它的时候呢，只需要输入 greet_user 即可。那跟预期一样，它的打印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 hello。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向函数来传递信息。其实只需要稍微的修改一下这个函数 greet_user， 它就可以它不仅可以向用户显示 hello， 你还可以将用户的名字作为抬头。这样的话我们就在函数定义 def greet_user 的这个括号内添加 username。 那通过在这里添加 username， 我们就可以让函数接受你给 username 指定的任何值。现在呢，这个函数就要求你调用它的时候呢，给 username 指定一个值，
调用 greet user 的时候，你就可以将一个名字传递给他。那这个代码 greet user David 调用函数 greet user， 然后向他提供执行函数调用 print 所需要的信息。这个函数接受了你传递给他的名字，并且呢向这个人发出这样一个问候，对吧 ？Hello David。那同样的，就是 greet user David 他调用的函数 greet user， 并向他传递叫做 David， 从而打印 Hello David。那你可以根据需要来调用函数 greet user 任意词。那你也可以改名字，把 David 改为 Jesse， 改为 Tom， 改为任何名字都可以的，它都会按照同样的原理来做函数的调用和信息的一个传递。那这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名字，都将生成相应的一个输出。那通常情况下，定义函数的时候呢，都会选择有参数的函数形式。函数的参数作用就是传递数据给函数，让它令它对接收的数据做具体的一个操作的处理。那情绪烘托到这里，那我们就要介绍我们的两位大元，就一个是形式参数，一个是实际参数。那形式参数呢，简称形参，实际参数呢简称实参。它们的区别是这样的，就形式参数是在你定义函数的时候呢，函数名后面括号中的参数，它就是形式的参数。那实际参数是在你调用函数的时候呢，函数名后面括号中的参数称为实际的参数，也就是函数的调用者给函数的参数。实参和形参的区别就有点像剧本里面选主角那剧本里面的角色相当于是形参，而演角色的演员就相当于是实参。那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来看一下，就这个在函数这个 favorite book 这个例子里面，其实它结构跟前面一模一样，只是我把一些内容它的样子换了一下。这个变量 book name 它就是一个形参，也就是说它就是函数完成工作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个信息。那么在代码这个叫做 favorite book， 然后 Python crash course 里面，这个 Python crash course 它这个值是一个实参，也就是调用函数的时候传递给函数的一个信息。那么在调用函数的时候呢，将要让函数使用的信息也就放在这个圆括号内，在这个 favorite book Python crash course 这个里面，将实参 Python crash course 传递给函数 favorite book， 那这个值就付给了形参 book name 这个整个这个流程就是这样的。好，小伙伴们，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的那几个代码的案例，在我们的一个工作界面里面，它是一个怎样运行的。这里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例子，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对吧？那这里这个 def 就是在定义函数了。那我这里就先把它选起来，然后我按一个 F9， 让它先运行一遍，然后这个时候没有任何输出，对吧？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把 greet user 选起来，然后我点一下它。对吧？它就输出的是 hello， 它不像我们平时是你要选 print hello 你才输出 hello， 它这里就直接把那个 hello 输出出来了，因为这里的它是这个函数，而这个函数下面唯一的一条执行代码就是这个 print hello。如果你里面有100句，我们来试一下，有100句这样的 print hello， 它会怎么样？这里应该下去一下，你看到没有？这里所有的缩进，所有的同等缩进，那都是这一个函数的函数题。那我再来把这个选一下，它就一下子，对吧？就输入了那么多个 hello 出来了。这就是这个函数的一个妙用。那在第二个这里就是我们这里给 greet user， 这个有个greet user， 这里是一个 user name 是吧？这个是 David。这个 user name 是形参，这个是实参。那这里呢，我就先把它框起来，我按下 F9， 然后我再
把这个 userland， 这里就没有 print， 也就等于说你把它选起来按 F9， 就等于说直接在调用这个函数了，它就是打印的 Hello David， 对吧？就这个确实我觉得说是很强大的功能。那在这里呢，我们给它做一个变形，我们在这里就把它全部选起来，我打，它就给你输出 My favorite book is Python Crash Course，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再把它选起来，再打，一样的还是输出这个东西。那这个时候我稍微对吧做一下，因为等于说前面的这几个我都它已经存在了我们的电脑里面了，那我就把它全部都弄起来，我就单独就打这几个东西。哎，这里行不行哦？试试看。啊，这里有一个错误，我看一下。刚刚试了一下，想不行，那我就不纠结了。那如果全部选起来这样，它是可以的。就是干干净净给这么一堆信息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我们在刚刚在 PPT 里面看到的演示，在我们的工作界面里面它的一个运行的原理，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里我就只选中这个函数，按直接运行，它就会给你输出这个里面的结果。那如果这里面是很复杂的，对不对？那就会输出一堆很复杂的结果，这就是函数的一个使用。好了，小伙伴们，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如果你有不明白的地方、不懂、有疑惑或者是说有批判、有批评当然也允许有赞扬都欢迎你呢把你的想法表达在下面的评论区里面。也友情提醒一下节目里面的所有的演示代码都是可以免费下载的，下载链接呢我放在了下方的介绍里面，欢迎你去下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见，祝各位转码顺利，马上发财，马上起飞，马上挣钱，拜了个拜了。